欧啦啦，我是宇哥。古昆仑找到了。昆仑山呢，自古以来被中华民族誉为仙山，是千古神话的源头。但是有关于古昆仑山的具体的方位呢，却令古今的学者呢争论了2000多年。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呢，古昆仑呢便成为了历朝历代寻找的对象。屈原呢在《天问》中就问道：“昆仑玄婆，其居安在？”到了秦汉时期呢，古人就认为于田的南山呢才是古昆仑山。但是这一看法呢，遭到了史前学家司马迁的强烈质疑。西晋后期呢，凉州王张俊就认为呢，祁连山才是古昆仑。包括唐朝以及至今的许多学者都赞同祁连山是古昆仑的观点。清代乾隆皇帝呢平定西藏之后呢，又稀里糊涂的将古昆仑改回了于田南山，于是对于古昆仑山的定位呢又回到了原点。到了现代呢，广大网友们对于古昆仑的具体位置呢更是众说纷纭，更有学者居然说古昆仑山呢在月球上，这是真的吗？古人就认为昆仑是天地间最高的地方，并由此衍生出了昆仑为天地所居的说法。到了汉代呢，昆仑天门呢被认为是人死后的归宿。昆仑崇拜日益发展，并与西王母崇拜呢逐渐结合，所以昆仑也就成为了西王母的住所。而今天呢，昆仑所在的地址呢是汉代张骞开通西域之后逐渐形成的。在华夏神话中呢，很多上古大神都住在昆仑上。这个昆仑到底在哪儿呢？实际上，昆仑在华夏文化中呢，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最早在《山海经》中呢，就有很多关于昆仑的记载，如昆仑虚、昆仑丘、昆仑山等，为后世围绕昆仑进行的文化呢，提供了依据。华夏地形呢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嘛，古人无法理解其形成的原理，就以神话的形式做出了解释。古人就认为呢，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的大战，共工战败后呢，怒触西北的天柱不周山，导致了天柱折而地为绝，天西北角的柱子呢被撞断了。这里的天地失去了支柱后呢，天西北角呢便倾倒了下去。因此古人就认为呢，与天最接近的地方呢就是大地的西北方，而地处西北角的高山昆仑呢，就是最容易接触到天神的地方。古人就认为昆仑顶呢是天帝在人间临时居住的地方。根据水柱经所引述的昆仑说呢，相传昆仑呢有3层，走上一层呢就可以不死，走上第2层呢就可以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那当走上第3层呢，你就可以成为神。根据《山海经》的叙述呢，皇帝居住在昆仑的最高层，他居住的地方呢叫增城。那增城呢开有9门，每个门呢都有人面9头的开明兽守护着。而城内呢是一座玉城，大部分的器物呢都是玉做成的，树上呢都结着玉。那在城内呢还结有不死果的神树，还有让人延年益寿的温泉。因为昆仑呢是最高之神居住的地区，而华夏向来呢强调至尊居于中嘛，所以在战国时期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大九州之说来弥合这一说法，即天地间存在着9个大洲。我们所居的赤县神州呢在大地的东南方，所以西北方呢就是整个天地的中心，而昆仑呢就是大地的中心，上面正对着天的中心，北极星，也称为北辰。汉武帝将太一作为最高之神进行祭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要服务于他的求仙活动嘛。相比于秦始皇认为仙人多在海外的仙山上呢，派人向海上去求仙，而汉武帝则听从方士的建议直接向最高的神昆仑太一神呢寻求成仙之术。汉武帝晚年呢曾派李广利呢征伐大宛，最直接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要获得天马，而天马的用途呢在汉书记载十分明确，那就是天马来，开远门，耸羽身，视昆仑。天马来，龙之眉，游长河，观玉台。可见汉武帝认为呢，天马可以带着他呢从昆仑登上天门，而直接飞升成仙。在汉代呢，人们对于天门是十分信仰的。在已经挖掘的汉代墓葬中呢，出现了很多双阙的构造，甚至有些呢直接在上面写了天门，而天门无疑就是位于昆仑了呀。汉代人在墓中画上天门呢，就寄托了墓主人在死后的美好希望嘛。所谓的精神无形故能入天门。而汉代有着人死后灵魂转生的说法，而昆仑呢就是他们的最终归宿了。相比于昆仑为天地所居呢，昆仑山上居住着西王母的说法更深入人心。西王母的形象呢，神话传说的起源也很早，在《山海经》中呢就记载了西王母。《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
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带肾，虎齿呢，有豹尾，血畜，名曰西王母。但这里所记载的西王母呢，还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凶恶形象。在古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中呢，都记载了周穆王曾经西游昆仑，并且会见了西王母。但周穆王会见的西王母的故事呢，古往今来的学者都争论不休。有的学者就认为这只是一个神话，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呢，周穆王西巡至中亚一带去了一个国王是女子的小国，而西王母呢，应该就是这个小国的名称或者是君主的名称了。真相呢，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这些记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传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典籍中呢，西王母的住所都不在昆仑，而《穆天子传》中只说西王母住在群玉之山，《竹书纪年》里只说周穆王会西王母于昆仑丘，但也没有说西王母住在哪。到了汉代呢，西王母的信仰就被建立了起来，她主要掌握不死药、仙丹以及仙典籍嘛，其形象也广泛的出现在了汉墓当中。在向往永生观念的作用之下呢，代表灵魂所归的这个天门昆仑呢，就和掌管生死的西王母给绑在一起了，而西王母的住所呢，便被固定在了昆仑山上。那现如今被命名为昆仑的大山呢，横贯于华夏、新疆、西藏和青海的交界地带。但古人说的昆仑山呢，是在这里吗？显然不是。目前所见的昆仑的记载呢，最早是出现于周代，但是周人的活动范围呢，最西也就是到了甘肃一带，所以不可能到现在昆仑的地点。而学者就认为呢，昆仑的地址呢是在不断变化的。昆仑最早更倾向于一个文化的概念。随着华夏古人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呢，昆仑的范围也不断的向西移动。最特别的就是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后呢，华夏人对西方的认识就不断的扩大，而西去的使者呢，也在努力的寻找这些传说中的地方。相传张骞就曾经报告说安西长老传闻调之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常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呢，汉代人在于田南部就发现了今天雄伟的大山，这可能就是他们看到过最高的山了，于是就将此山认作是昆仑。至于为何没有再往西寻找呢？原因可能是张骞出使西域，讲述于田国南部呢有高大的雪山产玉，有河从此处流出，为黄河之源，有古昆仑丘的味道，而汉武帝就将其命名为昆仑山，一直沿用到现在。当然这已经被司马迁质疑了。那昆仑山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应该从源头来查询，那就是《山海经》嘛。在《山海经》中有关于昆仑具体的内容可以检索出20多次昆仑。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中24昆仑的词组中仅仅出现了1次昆仑山，而且是最晚出现的海内东经中。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疑惑嘛，那昆仑指的是山吗？到底？探寻昆仑神秘的面纱呢，我们发现在其古代的文献《山海经·西山经》中描写的显然更丰富又繁杂。昆仑之阳、昆仑之丘的词组重复的出现，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地理迷宫。其中就描述了从中山向南望去的昆仑，再到太气之山与淮江之山之间的500里直线的距离，我们似乎能够直接的望见其辉煌壮丽。然而这一条直线后呢，南面出现的昆仑究竟又是何地呢？更让人困惑的是，西南400里约昆仑之丘呢，这一片地之下的地方是否真的与先前的昆仑不在同一处呢？这一连串的神秘的地理线索呢，就如同一串勾人心弦的密码。当深入挖掘了整部《山海经》之后不难就发现对昆仑一词多次提及的多样注解。当我们试图梳理这些坐标，却发现华夏大地仿佛到处可见昆仑，或者是昆仑之墟的秘境。这种描述不禁让人对古文中所述的真实性感到好奇和怀疑嘛？是否真的有如此众多同名同志的地方存在呢？还是这些记录仅仅是古人对于理想境界的一种向往和虚构呢？这一切质疑也就构成了关于昆仑永远探讨的话题。其实说到昆仑呢，没有谁比老子更懂《山海经》了。老子编撰了《五藏山经》，而且老子西行呢是冲着寻找昆仑去的。老子是直接去了西南的西北方向，这明摆着就是老子对昆仑非常了解。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始嘛，他是最后坚守完整的周氏典籍的一个史官。而《山海经》的外流呢，老子肯定知道，因为典籍外抄必须经过老子之手，也必须获得王子朝的允许。通过对老子一书以及对老子本人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老子是上古乃至远古科学文化的传承者。
远古昆仑之谜一定是他的研究课题嘛？其根本原因就是上古的众多的神话以及史料可能都是与昆仑有关。只要找到昆仑呢，那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首先，老子生前所考察的地方一定与昆仑有关联，因为老子有昆仑的第一手资料嘛，他比所有人更了解昆仑。那整体审视一下老子西行的踪迹啊，从函谷关去了西南成都，又从成都北上经临洮呢去了居延海，又从居延海去了三危。由踪迹来看呢，老子绕着西北的外围啊走了半周，而这半周内的地方呢，正与《山海经》中描述的海内昆仑之墟啊在西北相吻合。这些地方呢，又是老子啊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而老子到了七老八十走这一程呢，肯定与寻找昆仑有关。其实他是在考察昆仑的位置。老子拼命的在找昆仑，就是要在最后不多的生命的时间里呢，将留在心底的谜团想要解开。探索和远征呢是从未有终点的。当老子踏上了西南成都的土地的时候呢，当时他心中就充满了对答案的渴望，仿佛昆仑山的传说就在他的耳边低语，引领着他前行。然而成都呢，并未能解开他心中的谜团嘛，所以老子就没有选择停留，而是毅然北上，在西北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呢，继续他的寻找。在居延海的碧波之中呢，老子试图寻找到那一线灵光，而这里的海天一色呢，似乎也在告诉他呢，答案尚远。于是，在返回祖居临洮的路途中呢，又发生了折转，在那位智者心中呢，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那就是继续西行去三危敦煌之地呢，探寻真相。可是岁月不饶人啊，当老子即将跨进100岁门槛的时候呢，在曾令无数之人魂牵梦绕的三危草原上呢，他的生命之旅与他对昆仑的追求呢，居然一同画上了句号。可以断定呢，老子没有找到昆仑，这是一大遗憾。张骞出使西域呢，也没有找到昆仑，但是他们找到的方位却是一致的，可以确定呢，昆仑就在西北。从老子的踪迹来看呢，昆仑应该就是在其踪迹寻找的内侧。如果放下《山海经》的描述的内容从老子寻找昆仑的足迹来分析问题呢，昆仑在祁连山至青海再到西藏的广大区域范围内。由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老子西行的足迹揭示了他探索之旅，他的每一步都踏遍了昆仑山脉的神秘土地。而昆仑山不仅是一处地理标志更是古代人们心中神话般的存在。据西次三经所记载呢，昆仑山的内侧的区域涵盖了众多山脉，这一片区域恰巧就位于周朝首都的西北方向。由此我们就可以窥见先人们的世界观了。从祁连山脉一路延伸到柴达木盆地乃至于三江源呢，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昆仑山的一部分。通过对西次三经文本的细致解读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地区呢都被描绘在神秘的昆仑之墟之内。若以地理位置为线索呢，则我们可以推测这片土地之北或其上空呢，便是传说中的昆仑山了。老子对昆仑的研究或许已经触达了真理的核心，但因为时代的限制而未能留下确凿的证据。然而无论真相如何的难寻，他对这片古老圣地的认知与探寻呢，无疑是一种深远的智慧和胆识的体现。因为昆仑的范围太大了嘛，远超现今的昆仑山，所以现今的昆仑山很可能不是上古的昆仑山。我们注意到五藏山经中只有昆仑而没有昆仑山。昆仑山一词呢是海内东经中出现的，如此呢有没有昆仑山呢就成了新的问题了。昆仑是否真的存在呢？会有3种可能性嘛。第一种就是昆仑根本就不存在，是虚构的，所以找不到。第二种就是昆仑真实的传说，那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种就是昆仑曾经存在，后来又不存在了，那到底最后去了哪儿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呢，众多的学者对昆仑的研究结论就是相信昆仑是存在的，只不过研究后变得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昆仑山是山脉呢，还是不周山，亦或是昆仑之墟呢？有记载的怀疑论者呢，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但是直到如今呢，仍然有不少的学者在研究昆仑的问题，可见相信昆仑存在的人呢，依然有不少。一般来说，为了寻找昆仑呢，谁都会先研究资料，分析可能的情况之后呢，再按照设计好的路线去寻找。而老子呢，是具有大智慧的圣者，找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老子是不可能出错的呀。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从论证老子对昆仑的研究来看呢，老子呢是相信昆仑存在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冒着生命的代价去遥远生僻的地方来考证昆仑了吗？在其长达30年的学术生涯中呢，他不仅通读了周王室的所有的典籍呢，还对上古以及远古的历史和地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洞察。
所以《山海经》中的神秘记载呢，对他来说早已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老子呢，对于这部古代经典文献的熟悉程度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境界。在传说中呢，山海图就住在九鼎之上，而这九鼎呢，就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老子曾经亲眼目睹了这神秘的宝物，并深受启发。而《山海经》中描述的昆仑山呢，被认为是来自于帝禹时期的真实记忆。老子对于昆仑的存在充满了信念，并将其作为自己西行探索的一个重要目标。为了寻找关于伏羲和黄帝的历史遗迹和证据呢，老子当时踏遍了古老的土地。老子这次的西行呢，不仅仅是为了追溯历史，更是一次对真理的探索。他的旅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沿途中呢，他观察自然现象，研究地理特征，与当地的居民交流历史传说，并结合自己深厚的学识呢，进行分析和论证。老子深知昆仑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座山峰，更是中华民族中神话传说的圣地，承载着丰富文化的精神内涵。在漫长的旅途中呢，老子心中逐渐就构建起了昆仑的形象，它一定是巍峨壮观、神秘莫测的，在古代文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坚信昆仑山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更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结晶。尽管现代社会对于昆仑存在的争议是颇多的嘛，但老子用自己的行动力证明了自己的信念。老子对于昆仑山的探寻之旅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渴求，也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实践嘛。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和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的内容哦。